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皇帝已经连续10天做同一个梦了。这10天，皇帝总是梦到一个赤裸着身子的婴儿，坐在一个棺材上，对他大声哭喊着什么。皇帝很是惶恐，担心这是老天给他的预兆，只是不知这预兆是好还是坏。皇帝把钦天监的人都召了来，把梦说给他们听，让他们说说那个梦预示着什么。钦天监的人面面相觑，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。皇帝勃然大怒，钦天监的人被吓得瑟瑟发抖。这时太监来禀报，杨尚书有要事禀报。杨尚书40多岁，相貌俊逸，才华横溢，又非常精明能干，经常替皇帝解决难题。皇帝很是宠幸他。听到杨尚书来了，皇帝的脸色和缓了许多，让太监宣杨尚书进来。杨尚书一进殿就面带喜色地告诉皇帝，启禀陛下，臣有好消息要告知陛下。皇帝一听，立刻来了兴趣，是何好消息？莫阳县出了一个女神像，名叫袁弘宇，据说是袁天罡的后人，占卜伏击无一不通，给人看相更是精准无比。杨尚书喜气洋洋地道。杨尚书话音刚落，皇帝紧皱的眉头立刻舒展开来。钦天监的人既羡慕又感激地看着杨尚书，心里不由得暗叹，怨不得皇帝宠幸杨尚书，人家就像皇帝肚子里的蛔虫，皇帝想要什么，他就把什么送到皇帝跟前。立刻派人去莫阳县，召袁弘宇进京见朕。皇帝马上吩咐道，说来也怪，从皇帝派人去请袁弘宇之后，那个婴儿像是知道了什么似的，再也没有出现在皇帝的梦中。皇帝越发的盼望袁弘宇进京了，可是去宣旨的皇太监去了2个月，一脸惶恐的回来了，他没有请到袁弘宇，人呢？皇帝的脸色难看极了。启禀陛下，袁神相说了，还没到他进京的时候，他不肯进京。皇太监跪在地上，诚惶诚恐地道，陛下，一切尽在袁神相的掌握之中，到时候他一定会来京城的。杨尚书笑着劝解道。皇帝点了点头，脸色好看了一些。皇太监悄悄地松了一口气。袁神相长什么模样？多大年纪了？皇帝好奇地问道。启禀陛下，老奴只闻其声，没见其人，不知袁神相有多大年纪了。不过据人们的传说，他应该有60多岁了。民间对袁神相有很多传说吗？启禀陛下，传说可多了。都有哪些传说？说来听听。首先得从袁神相的出生说起。据说袁神相出生的时候，原本是阴沉沉的天，还下着瓢泼大雨，可是等他一出生，突然就云收雨散了，一轮红日冉冉升起，照得大地一片光明。还有呢？皇帝兴致勃勃地问道。袁神相满月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去看他，人们发现，如果袁神相对着某个人笑，那个人一定会顺利安康，但如果他对着某个人大哭不止，那个人就一定会厄运临头，灾祸不断。果然是天生女神相呀！皇帝忍不住击节赞叹。还不止呢，皇太监绘声绘色地说道，袁神相长大后，想娶她的人可以绕城墙3圈，可袁神相一个都不肯答应，那是为何？皇帝饶有兴趣地问道。袁神相说了，他乃窥探天机之人，只能嫁给天生孤煞星，平常人等娶不得他。果然如此吗？听人们传说，的确如此。有个叫郭怀恩的读书人，见过袁神相一面后，念念不忘，已经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。郭怀恩的父母没有法子，只得去袁家提亲。袁神相笑而不语，只是摇头。那郭怀恩不是天生孤煞之人，陛下英明。皇太监赶紧拍了皇帝一个彩虹屁，
那郭怀恩有爹有娘，还有兄弟姐妹，怎么可能是天生孤煞之人？后来呢？皇帝的脸上露出了丝丝笑容。那郭怀恩不信邪，非要娶元神相，元神相便答应了和郭怀恩定亲。皇太监见皇帝喜欢听，越发说得眉飞色舞。可定亲才3天，郭怀恩就出事了。哦，果然娶不得呀！郭怀恩出了什么事？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郭怀恩好好的在家里读书，一块砚台突然砸到了他脚上，差点把他砸残废了，养了差不多1个月才好。那郭家还不赶紧去退亲？陛下说得对，郭家退亲飞快。郭怀恩头天被砸脚，郭家第2天就去退了亲。那元神相后来嫁了人没有？嫁了，嫁给了一个30多岁，无父无母，也没有兄弟姐妹的人。那人是干什么的？叫什么名字？说了怕污了陛下的耳朵。皇太监嘻嘻笑道：那是一个运夜乡的，大家都叫他李三。咦，元神相还真是不挑。皇帝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。人们都说元神相是为了嫁人而嫁人，此话怎讲？元神相给自己卜了一卦，3年之内必有一大劫，非得天生孤煞之人替他挡一挡才行。因此元神相才会嫁给了李三。他要李三替他挡劫，那李三岂不遭了殃？那倒没有，李三娶了元神相之后，只是生了一场病而已。皇太监赶紧解释，病好之后，李三那叫一个顺风顺水，干什么成什么，走路都能捡到银子，没2年就发了财，还纳了好几个小妾。李三能娶到元神相都不满足，还纳妾。听人们说，那元神相从不和李三同房，为了不让李家断了香火，那几个妾都是元神相给李三纳的。因为元神相相人有数，那几个妾不仅相貌端正，而且相处很是和睦。李三尽享其人之福，真乃奇女子呀！皇帝频频点头，对袁弘宇充满了期待。时光匆匆而逝，转眼半年就过去了。这天，皇帝正在批阅奏折，杨尚书求见，欢天喜地地告诉皇帝，袁弘宇进京了，请求明天面圣。皇帝连奏折都没心思批阅了。最近那个婴儿也许是感应到袁弘宇要来了，又连续10天出现在皇帝的梦中，还是坐在棺材上面，只不过由哭变成了笑。好不容易到了第2天，皇帝连早朝都没心思上了，就盼着袁弘宇进宫。终于和大臣们把要事处理完毕后，太监来禀报袁弘宇求见了。快宣，快宣！皇帝急得都有些失态了。袁弘宇袅袅婷婷地走了进来，身姿窈窕，面容秀美，楚楚动人，宛如15、16岁的少女，根本不像60多岁的人。来到大殿上，面对95至尊，众多大臣，袁弘宇没有半点露怯之色，落落大方极了。你就是袁弘宇，元神相？皇帝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，众位大臣也是一脸的不相信。不是说有60多岁吗？大家一直以为会见到一个白发老妇，没想到见到的竟然是一个美丽的少女。袁弘宇也不跪拜皇帝，只是盈盈地行了一个服礼。皇帝也不和他计较，只是不相信地问道：听说你有60多岁了，是真的吗？袁弘宇嫣然一笑：民妇已经虚度一甲子又7载了，居然67岁了。皇帝瞪大了眼睛，看看一旁才55岁就已满头白发、一脸褶子、勾腰驼背的太师，再看看已经67岁却如同红颜少女一般年轻美貌的袁弘宇，不禁动心极了。若是能让袁弘宇传授给自己驻颜养生之法，自己也能像他那样保持年轻体健，那该多好。匆匆散朝之后，皇帝让袁弘宇随他进了御书房，让何坤打扮成侍卫的模样进来见朕。皇帝轻声吩咐身旁的太监，一会儿何坤一身侍卫装扮，气宇轩昂地走了进来。皇帝对着一旁服侍的太监使了一个眼色，
那太监会意，朗声道：“袁神相，这是宫里的何侍卫，还请袁神相给他香香面。”袁弘宇抿唇一笑，缓缓道：“这位可不是侍卫，他分明是位公公。”在场的人没有不吃惊的。那何坤才20岁，成年后才阉割了做太监的，因此从外表看去，还是那么高大英武，没有一点太监的阴柔之气。不知底细的人都会认为他还是堂堂男子，不会想到他是太监。没想到袁弘宇一眼就看出了何坤是太监。袁神相好一双利眼，不过袁神相你再好好看看何坤，还能看出什么来吗？皇帝还想再试探一下袁弘宇的本领到底如何。这位何公公年幼失父，少年失母，虽不愁家计，却疏于管教，进宫却是迫不得已。只看了何坤一眼，袁弘宇便侃侃而道。皇帝和几个太监都惊讶地看着袁弘宇，何坤却是一脸的惊恐。袁弘宇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何坤的确5岁那年死了爹，13岁时没了娘，因为爹去世的早，只有他这根独苗，娘对他很是娇宠。长大后家里有几个钱，长得高大俊美又无人管教的何坤便有些无法无天了，竟然和某个恶霸的小妾勾搭上了。那恶霸抓到何坤和小妾通奸后，把小妾卖到了妓院，把何坤阉割了，准备卖到南风馆去。何坤想方设法逃了出来，无路可走，只得进了宫做太监，怕袁弘宇把自己的老底掀出来。还不等皇帝发话，他赶紧给袁弘宇跪下了。袁神相太厉害了，奴才的确年幼失父，少年失母，因此无人管教，沾染了一些坏习气，只是进宫之后得到不少教导，奴才已经把那些坏习气都改了。袁神相说你被迫进宫的，原委如何？速速说来。皇帝颇有兴趣地问道。何坤面如土色，不知如何回答。皇帝不好色，不能容忍风流韵事，把自己和别人小妾偷情的事说出来，万一皇帝不高兴，要砍自己的头怎么办？何公公年少之时，或于美色，和人偷情被抓，不过他已经受了惩罚，可以既往不咎了。袁弘宇笑道。皇帝赞同的点头。何坤不由得长吁了一口气，很是感激袁弘宇。之后皇帝又让人把2个老臣、2个妃嫔召了过来，让袁弘宇看相。袁弘宇气定神闲，都不用看手相，只是随便看面容一眼，就能说出几人的背景、大致经历，无一不准。至此，皇帝已是心服口服，才把夜夜梦见婴儿和棺材的事说了出来。袁弘宇听了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民妇就是为此事而来，再过几日，陛下就能知晓缘由了。”皇帝好奇极了，命令袁弘宇说个明白。袁弘宇摇头，必须得过几日才能和陛下明说。如今民妇马上就出宫去，到时候自会来给陛下解除迷惑。皇帝不太高兴，还想抢留下袁弘宇，可袁弘宇一转身，居然走进了墙壁之中，就在皇帝眼前消失了。皇帝讶异的嘴巴张得老大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5天过去了。这天晚上，皇帝正在睡觉，突然听到有人在耳边轻声呼唤自己，睁开眼睛一看，竟然是袁弘宇。袁神相。皇帝惊讶道。袁弘宇伸手轻轻捂住了皇帝的嘴巴，嘘，小声一点，打草惊蛇就不好了。皇帝一头雾水地点了点头，听袁弘宇的，起床穿好衣服，跟着袁弘宇出了寝殿，来到寝殿外面，见服侍自己的宫女太监一个个睡得东倒西歪的。皇帝看了袁弘宇一眼，袁弘宇点点头，示意皇帝是自己让太监宫女熟睡过去的。皇帝更加奇怪了，跟着袁弘宇左转右转，竟然来到了刘嫔住的储丽宫。刘嫔貌美惊人，比之天仙都不为过。进宫之初，颇得皇帝宠幸了一段时间，后来皇后说刘嫔对她不敬，
进了刘嫔的族。皇帝本就不是好色之人，一段时间没见到刘嫔，就把她给忘了。如今来到楚厉宫，这才想起这里还住着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。听到楚厉宫里传来哭喊声，皇帝惊讶地看着袁弘宇，请陛下赶紧进去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袁弘宇没有解释，只是催促道。皇帝跟着袁弘宇进了楚厉宫，一见眼前的情景，气得脸都红了。只见肚子高高隆起，脸色苍白如纸的刘嫔正被4个宫女太监往一个棺材里按，还取出了钉子准备钉棺材盖。那刘嫔还活着，不停地呼救，分明是要被几人活活闷死。再一看，几个服侍刘嫔的宫女太监被堵住了嘴巴，捆得严严实实的扔在墙角。可以想见，等刘嫔一死，他们也难逃活命。你们在做什么？皇帝怒不可遏，厉声呵斥道。4个正在行凶的宫女太监听到了皇帝的怒喝声，抬头一看，发现了犹如神将的皇帝，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浑身直抖。这时刘嫔也看到了皇帝，眼泪哗哗直流，直喊皇帝救命。原来刘嫔的皇帝宠幸，皇后嫉妒不已，找借口进了刘嫔的族。后来见皇帝渐渐淡忘了刘嫔，皇后才放了心。谁知半个月后，服侍刘嫔的一个宫女来报信，刘嫔怀了身孕，已经3个月了。皇后一听，立刻动了心思，自己生了一个病歪歪的儿子后，就一直没有再怀过身孕。如今自己的年纪也大了，更加难以怀孕了，不如等刘嫔生后，看生个什么。如果是儿子，就把孩子抱过来自己养，至于刘嫔，来个产后大出血就是了。可过了半年的样子，喜从天降，皇后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。这下皇后不想让刘嫔生孩子了，于是派出了心腹，要把刘嫔活活闷死在棺材里，到时候就说刘嫔难产而死。谁知刘嫔腹内的婴儿给皇帝托梦，皇帝找来了袁弘宇，亲自过来救了刘嫔。皇帝喊来侍卫，把4个宫女太监抓去审问，没几下就招认了是受皇后指使。看在皇后怀有身孕的份上，皇帝隐而不发，只是命人好好保护刘嫔。刘嫔受了惊吓，孩子提前出世，是个白白胖胖、健健康康的男孩。皇帝30多岁了，只有皇后生的一个病歪歪的皇子和几个公主，一直想要个健康的儿子。如今刘嫔就给他生了一个，乐得皇帝合不拢嘴。说来也神奇，那孩子原本正在嚎啕大哭的，皇帝把脸凑了过去，孩子见了皇帝，突然不哭了，咧嘴一笑，还伸出了手，让皇帝抱。袁弘宇笑道：恭喜陛下，喜得麟儿。不仅给皇帝行礼，还给小小的婴儿深深地行了一礼。皇帝心里一动，若有所思。楚厉宫上上下下喜气洋洋一片，皇后的景阳宫却是沉闷极了，像是压了一层厚厚的乌云。因为派了人去闷杀刘嫔，皇后有点心神不宁，难以入睡，便起来走动。走了几步，有个太监进来禀报，皇帝去了楚厉宫，亲自救了刘嫔。皇后一听，大惊失色，一个不小心，自己的脚绊住了自己的脚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小腹一阵刺痛，一缕鲜血从腿间蜿蜒而出，她流产了。太医紧急进宫，想为皇后保住孩子，可无论用什么方法，皇后的孩子还是保不住。原本想害得刘嫔一尸两命的，没想到到头来自己的孩子却没了。皇后眼睛直愣愣地躺在床上，嘴里喃喃道：都是报应。皇宫里只有一个病歪歪的皇子和几个公主，那可都是皇后的功劳。皇帝不好色，对哪个妃嫔都只那么上心，这就给了皇后可乘之机。后宫嫔妃但凡有孕的，不是中途流产，就是生的时候难产，就没有几个顺利的。而侥幸生下来的孩子，就看性别了。如果是公主，
还能活命。要是皇子，一般当场就没了。皇后是怎么都不会允许其他妃嫔替皇帝生儿子的，要不是年纪大了，怕自己再难有孕，刘嫔的孩子也保不住。正在皇后看着床顶发呆时，这时皇帝和袁弘宇来了。见了皇帝，皇后苦涩的一笑，没有吭声。皇帝一脸不愉的道：你做了什么事朕都知道了，原本朕不想来看你这张脸的，是袁神相有话要对你说，朕才过来的。袁神相笑道：其实民妇也没有什么重要的话想说，只是想告诉皇后娘娘，您若放过了刘嫔娘娘，您腹内的小皇子定会平安富贵一生。说完，袁弘宇也不管皇帝，自己转身就走了。皇帝神色复杂地看了皇后一眼，也走了。听了袁弘宇的话，皇后悔得肠子都青了。过了几天，皇帝就以谋害皇嗣的罪名把皇后打入了冷宫。没过2个月，皇后就死在了冷宫里。事情已了，袁弘宇来向皇帝道别。皇帝可不想让袁弘宇离开，他甚至想让袁弘宇进宫为妃。袁弘宇微微一笑，走进了墙壁里，须臾就不见了。皇帝连忙让人飞鸽传书，各地留意袁弘宇的行踪。到了晚上，有人快马加鞭地来向皇帝禀报，袁弘宇出现在南边的黎阳县，已经离京城快1000里了。皇帝这才死了心，因为袁弘宇曾经给刘嫔所生的小皇子行过礼，皇帝对小皇子便十分上心，亲自教养他。小皇子也不负皇帝所望，不仅长得俊美过人，而且文韬武略，无所不精。后来皇帝上了年纪后，传位于小皇子。小皇子励精图治，重用贤臣，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，老百姓终逢盛世，十分感激袁弘宇当年救了小皇子一命。皇帝74岁那年，患了咳喘之症，反反复复一直未能痊愈，便想知道自己有没有大碍，下旨召袁弘宇进宫。太监去了莫阳县，很快就回来了，告诉皇帝，袁弘宇在1个月前就已经去世了，死的时候还是15、16岁的模样，面色如生，神态安详。皇帝一听，仰头叹道：无命不久矣。果然1个月后，皇帝就死了，而袁弘宇又出现在了人前。直到300年后，民间才渐渐没有了袁弘宇的踪影，也没有了袁弘宇的传说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